好，来看看今天啊，我狼呢还是给大家伙带来这个《三国战记2》啊。今天状态不太好，昨天呢打这个王者荣耀，然后上王者之前吧，是5连胜啊上王者，但是在5连胜之前呢是2连败，然后呢害得我呢一顿狂呼乱喊啊，喊得我脑瓜子嗡嗡的啊，所以说这个嗓子也不太好。今天呢一天也没怎么。休息的不是很好吧？其实睡倒没少睡，就是觉得自己怪怪的啊，就是。好的，那不多说啊，今天呢还是给大家伙带来啊，看这个画面就知道啊，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郑马超的一命十降将，也是飞花的。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个因为我之前好像是做过锦马超的，但是这次呢是郑马超啊，所谓的什么郑啊，什么锦呐、什么正关羽啊，什么逆关羽。又有什么正貂蝉、伪貂蝉，什么正庞统、隐庞统，正孔明、智孔明啊，反正是都得起一个，就是一个号啊。其实说白了，一个正一个李，对吧？一个那就完事儿了吧啊，非得起这个名啊，怪怪的啊。好，郑马超呢是看起来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是有一种这种感觉啊，就是他是一个白衣的道长。那如果要是普通的，如果是锦马超的话呢，他应该是一个褐衣道长啊！你看踢云奏，武当派的镇山绝学踢云奏，这是从马超这里传出去的啊。他这个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都能连着把人踩上天，就相当于那个拳皇里面有个人叫什么全勋的啊。我都严重怀疑他好像牛顿，对吧？就不归牛顿管这个事儿啊，就是不知道大家伙懂不懂我说的啊？有没有金手套？没有，就是小的时候呢都有传说啊，就是《三国战记1》里面有传说，赵云呢是什么呢？赵云有什么金枪头啊？然后呢，这个马超有这个金手套，因为他不有一个仙人指路吗？什么金手套？都是传说啊，这个我跟你说，小的时候很多传说吧，都是假的，都是有一些这个人吧，他为了增加游戏的神秘感，让你就是感觉怪怪的那种感觉啊，就是让你觉得好像有点悬疑，有点神秘一样，其实没有的啊。当然了，后面的改版能不能做？当然能做了，对吧？那是能做的啊。还有就是咱们大家伙可能不太了解一个东西啊，就是。如果说你要看那个小的时候，咱们看那个听那个张震讲鬼故事，对吧？小的时候咱们听那个张震讲鬼故事啊，都传说啊，每一个人都传说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或者说是版本是他老婆，他录制节目的时候，他老婆出来跟他说话，给他吓死了啊之类的啊，他老婆不就是那个小静嘛就是那个配音跟他一起配音那个那是他的老婆嘛人家现在2021年了，人活得好好的。人家还活得好好的，人还出新作品我就不太清楚，就是大家伙怎么想的就是小的时候都那么想法，对不对？好，可以看到这边呢，咱们是选择来了一套飞镖2连击。马超这个人呢，也不知道他这个小飞镖就手里剑之术非常厉害，也是单体打分神技。你可以看到单体打分呢，你像什么貂蝉，大家伙都觉得比较简单，赵云呢也是比较简单，而这个马超连招的过程当中，直接就这个非常厉害。由于咱们的是10降将，所以说走的路线呢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所以说呢就是做这个全人物系列。马超呢，锦马超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还不如正马超正马超我觉得好玩一点看起来也挺有意思，就是长得丑这马超也不知道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对吧？马超作为一代猛将长得确实挺帅，但是个儿太小了。对吧？你这马超这么点个儿，他是怎么把人家那个曹操追得丢盔弃甲的，对不对你看那个许褚跟马超单挑，人家许褚长那个样，马超你这个样，他俩往那一站吧，真的，人家就是他俩往那一站就如果当时咱们可以穿越回去，咱下注，你肯定得赌人家许褚赢对不对？你怎么可能压马超赢？马超虽然长得帅这马超长得像我一个哥们儿他的同事。像我哥们儿他同事，那同事长得挺好看长得挺帅，然后呢，这个女朋友非常多而且互相都不知道，对吧？有点东西的
好，什么无中生有？怎么又不是什么我哥们的前女友？那男的就不能是哥们的前女友了，是哥们的同事啊，就这个意思就是啊。那我就是我哥们吗？啊，那肯定是我哥们啊。啊，1、2，然后1、2、3，就为了一本《孙子兵法》啊。哎，你说右边那个墙上有一个砖。我记得那个以前他们打那个《三国战记2》的时候啊，那个前线撞的时候要顶一下那个砖。假如说这种密室啊，这种神秘的东西啊，也确实是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有的时候，哎，这个密室怎么进？哎，那个机关怎么打？好多人都不会啊。有的小孩，我就记得在游戏厅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小孩啊，有一些就是到现在来讲，跟我同龄人了。当年呢，我们都是小孩，就有一些他自己知道个什么东西吧，哎，他可能从别的游戏厅里学来的，或者从那个大城市回来的，或者说是就买了一本这个关于讲这个街机游戏的这种书。那个时候也有这种书啊，有游戏秘籍的那种，包括 FC 游戏，什么世嘉，什么索尼啊，什么是吧？啊，包括街机什么的啊，解密啊，怎么包括你像《三国战记》怎么立盾书啊，怎么克盾呐，怎么啊，对吧？啊，都有。但是呢，有的人知道这个东西吧，他藏着掖着，你知道吗？来的啊，他藏着掖着，他狗，他不跟你说啊。有的时候你得拿币去跟人换完之后吧，他还不告诉你那个什么，还不告诉你秘诀，只是告诉你，哎，我就是这么整的啊。他不告诉你原理，他就是你就这么整就行。然后结果呢，很多人就不会。比如说最开始我看那个他们特瑞学那个连创，就是啊下轻手或者下重手接后我叉。我当时我就不会呀，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接后我叉，他就说你就直接后我叉就能接上啊，你肯定是接不上啊，你反应不够快啊，他不告我要垫一个轻手或者垫一个什么招啊，他不告诉我怎么连我也连不上，一下我也连不上，给我气的啊！我说他妈的就不告诉我。后来呢啊，又是我就看他玩啊，他一定要加一个轻手。我就说，我说这个你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我给你2个币。他说行啊，给完2个币，他说呢，加这个轻手吧，是为了找这个节奏啊，有这个节奏之后呢，你点一下轻手再后我叉，啊，那我也连不上。后来我才发现必须得取消啊，必须得快啊才能连上。他也不告诉你，现在知道咋回事了不说，你知道吗？精神病藏着掖着啊，所以说后来当我跟他打97的时候。他一旦他玩97，我就跟他打，因为他打不过我呀。我8神特瑞，不说错了，8神红丸加猴子，啊，一顿那个男人的色溜，没事打你大姑妈来丢死根啊。猴子就无忌，就下上不会，左右一顿飞，他也不会打我。他那特瑞一整被我在空中扎4下，回身接就必杀，老爽了啊。然后呢，他一玩我就跟他对打，他打不过我，然后他一看我在，他就不玩了，啊。老嘚了啊！好，一脚把水蹬开。当然呢，也有一些非常慷慨的啊。你像那个，当时我不会玩那个《三国战记》里面那个立盾书啊，因为一个小老弟儿啊，比我还小2岁呢啊。我承认他玩的确实是好。他玩的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个时候吧，我们游戏厅呢那个三国战记的难度应该是普通难度啊，他全人物都能一命通关啊，当然是普通难度啊，就是玩的非常好。然后呢，他也非常喜欢用诸葛亮，然后就是找一个人，比如说找我吧啊，或者是找一个其他的人，然后他俩一起玩，在许褚那个地方呢立盾书，然后呢加人啊，就讲命。啊，就能讲到1000多万，就是2个人只用一个币子啊，然后讲到1000多万，然后为了打一个排名啊，比如说排名字叫我爱谁谁啊，比如说我爱小狼啊，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他要教我，他比我还小2岁呢啊，他就告诉我怎么回事啊，这个怎么整，那个怎么整。有的时候我搁那玩，我还问他，我说，哎，这个你看过来整一下。啊，他对吧？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就是啊，他给我这个鱼肉吃，不如他教我钓鱼的方法
我每次一去找他的时候呢，他就说我就不能手把手给你整，我告诉你怎么整，你自己来啊，对吧？他就教我啊，这个所以说啊，还是好人多啊，对不对啊？有一些抠抠搜搜的啊，真是啊。小姨子甜蜜蜜，今天确实是有点晚，但是今天晚呢是晚，因为你郎呢，大家伙儿都知道，你郎可能是有点那个，今天早上喝闷酒去了啊，早上呢心情不太好，然后出去喝了个闷酒，跟我们4个男的啊，4个小伙伴，然后憧憬了一下未来，喝了一顿小酒啊，喝到了早上8点钟，哎呀，老爽了。三国秒杀的时候，其实呢也是最开始有人发现的。很多人说秒杀是不是官方发出来的，官方自带的？还真不是啊，他就是首先他发现了啊，这个三国战记秒杀呢，啊，首先这个升级和爆气啊，他说，哎，这个升级和爆气怎么回事啊？再加上4招一式，最后这一式啊可以打得很疼，再加上3追，才研发出了这个秒杀啊，对未来怎么规划的？哎呀，未来好了，单膝跪地啊，将军义薄云天。但是说实话，这个衣服呢，咱们是没有必要用的啊。咱们这个马超啊，这个轻功非常好，踢云纵附体可以直接对吧？直接踢云纵啊，想都不用想啊。好，其实有很多游戏，包括你像那个恐龙快打的话呢，我相信官方就是特意的做了一个暴击的系统啊，对吧？有这么一个这个攻击的阀值啊，有这么一个数值的系统，那这个就比很多游戏都高级了。很多宠物游戏呢，它没有设计这些东西，包括呢，很多游戏在做的时候呢，它既然有分数系统啊，它就给你设计成啊这个分数怎么样，包括有的游戏有等级系统之类的，像《三国战记2》啊也有等级系统。很多人说小狼你别扯啊，你看这个《三国战记2》这个咱现在玩的这个版本就没有等级，这个是《三国战记2 Plus》，它把这个等级给取消掉了啊。而这个《三国战记2》是有等级的，那大家伙知道吧啊？这代没有隐身衣，严格意义上来讲呢是没有的啊。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没有的啊，但是呢，你要是有白虎神器的话呢，其实个人感觉跟隐身衣的效果也就差不多啊，但是呢，比那个隐身衣效果呢还要好一点，因为呢有的怪，好的可以看到这是青钢剑啊，这是青钢剑，兄弟们不要以为这是倚天剑，这是长坂坡的青钢剑，青钢剑啊，是你看。拿这把大剑啊，我感觉这真是武当派的掌门人，我去，这个剑是真的大，真的看起来就帅啊！咱不服不行啊！好，这里面的话呢，咱们正常是扇子肯定是没有了，咱们没有这个诸葛亮啊。五子兵法呢，如果想要的话也行啊，可以加自己的硬汉啊，可以加这个，你还不能说是那个硬汉，应该就是霸体。啊，霸体和硬汉其实是一个意思啊，但是我觉得叫这个霸体好听一点，硬汉的话是咱们这个官方啊给出的称呼啊。他喊的是什么？东咬啊，东鸟。他这个必杀全空，这什么必杀呀啊？神龙骨水，哎，有的是神龙骨水啊。好的，必杀全孔，没有一个没放好啊！臭脚，修空调。好，哎，你看马超这招也会那个新加攀那个轰音僧啊，对不对？兽咬啊，兽咬，烧屌。好，那这里面呢，孟获呢，由于不是选张飞啊，咱们不能在桥上踩那么一脚，把他给踩没。踩跑之后扔一个丈八蛇矛啊，没有办法。好，所以说咱们现在应该是属于卡到 BOSS 啊，咱们现在属于卡 BOSS 的节奏啊，要留一个啊没卡住，要留一个这个神龙骨水，然后直接一给他，如以奸计得胜，放马过来，选择一手暴气。如果你撞他的话呢，能撞出方天画戟（括弧你得能减啊，你这减不了那就不说了啊。
但是招降它呢，其实个人感觉啊，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每一个人的招降方式都不一样。比如说啊，夏侯惇劝其归降啊，他就是不服，不服呢，最后还是降了。那你比如说张合就是放水把他淹了啊，不是张合去了啊，曹仁啊，曹仁。张合呢就是这个，你给他沉龙骨水，就意思呢就是说难听点，我给你5颗气儿，我让你5颗气儿你也打不过我啊，让你爆气儿你也打不过我啊。然后呢，招降这个梦幽大象呢，就是调虎符啊，不用招降，打死就有啊。但是你开局必须得调，你要开局不调的话就没了啊。EA 好了。这个马超这个单挑的能力还是蛮强，你看就是这个虎符啊，你看这个大象呢在这里就有，但是大象呢个人感觉用处我觉得不是特别大吧啊，反正呢挺唬人的啊，挺唬人。好的，可以把这个武器一扔啊，咱们把武器一扔。有的这个你像青钢剑这个武器呢，它是2段攻击啊，只能打2段攻击啊，好像还锁定了一些必杀，所以说该要那个倚天剑的时候还是要倚天剑的啊。然后招降那个甘宁，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他打死。牛金也一样，牛金和甘宁都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他打死就行，对吧？然后再加上那个谁，再加上这个程昱，就是在主公饶命啊的时候帮他挡一下啊，就可以招降，这个都知道啊。夏侯渊呢，就是你在招降夏侯惇的这个时候啊，你有夏侯惇降将，你才能招降啊，就是兄长劝其归降，对吧？哎，倚天剑好像在曹操那里吧？对的，倚天剑、青钢剑。那这里面为什么没有干将剑啊？他那个不是干将剑，他那把剑呢，设计的是只有诸葛亮才能拿啊，叫赤锋。就是内蒙古赤峰市的那个赤峰啊，赤峰的意思就是红色锋利的一把剑啊，主要是有电。这个赤峰剑呢也是最克制甘宁的啊，只有这么一把，你只有走吴军路线啊才能捡到那把剑，而且只能用诸葛亮捡啊。诸葛亮是又能用剑又能用扇，五火神焰扇，天罡劈水扇，乌羽啊，再加上赤峰，一共4把武器是吧啊？赖逼啊，3扇1剑，屠龙刀那是那个倚天剑和那是它不是那个小说里面倚天屠龙那个啊。太阿剑、轩辕剑、鱼肠剑啊，还有什么对吧？巨阙剑啊，都是非常好听啊。就是我记得当时看那个决战紫禁之巅的时候，大家伙有没有印象？决战紫禁之巅的时候啊，这个好像是好像那个西门吹雪拿的就是巨阙剑是吧啊？倚天接屠龙斩，这个蜡烛呢是隔一个一打啊，落地的时候先打第一个，然后隔一个，然后再打一下，知道什么意思吧啊？这个不要乱打啊。马超呢有玄铁鸳鸯剪啊，有点像那个狄仁杰里面那个亢龙剪是吧啊？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鞭，按理说就对吧？鞭锏锤抓，其实鞭和锏呢，虽然说啊还是不一样，但是呢，这个怎么都行啊，就正常。很多人比不对，小狼鞭子不是那个鞭子吗？啊，这个有的鞭吧，它也是那么叫啊。好，直接给打碎一个密室啊，小动物。这里面有鹅，还有小猪，感觉这个小动物好像如果要是打了不加血，是不是感觉不对呀啊？好，青龙朱雀神器啊，朱雀神器呢，其实都是整个这个游戏当中可能最没有用或者实用性最差的一个神器了啊。13，我给你送扫房宝剑来了。13叔来看一看啊，说不定还是条咸鱼对吧啊？鱼肠剑主要就是刺杀用的，它藏在鱼肚子里面啊，陷上去的时候抽出来一下就捅你，加上有这个剧毒啊。伍子胥，哎，
闪电9连鞭。好，哎，这个马超这个，你看这个剑是挥2下啊，第1下、第2下是大劈。啊，后面这个小兵怎么死的都是未解之谜啊。我来啦，有什么好来的啊？这牛筋长得特别像那种，就是什么呢？我这么跟大家伙讲吧，像我小时候我家邻居，我后面那个邻居姓哎，确实是姓林啊，我管他叫林大爷啊，他比我爸大啊，长得真像他，满脸的络腮胡子，长得非常壮啊，然后眼珠子还挺大啊，对人非常的和善，就是长得有点吓人啊，就这样似的，你看。手里拿的是这个，就是我个人感觉他拿的这个东西啊，是太史慈拿的武器啊，打的太克这个牛筋了。太史慈拿的这个是又有锏又有这个钩，又有戟又有钩啊，你看这个戟和钩的综合体。如果他手里拿着2个的话啊，那就是太史慈了，对不对啊？又有戟又有钩啊。老子好不容易拿来的女粉退群了，哪个女粉啊？哪个女粉退群了呀？噔噔噔噔噔。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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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戟是备用武器吧？也不是，步战的人拿短戟是很好的啊，攻中带防，防中带攻，攻防俱佳，知道什么意思吧？这就是最赖的这个步战武器之一啊，对吧？你比如说，你像很多人都知道啊。步战里面拿双手拿那个就是一手一个的这样的武器，像什么雌雄剑呐、参差剑呐、柳叶刀，就双柳叶刀、双刀啊，这都是非常厉害的啊。想要就是破绽非常少，而你要拿单手武器，说白了啊，就是有点难啊，有点难。双手武器呢，一般来讲呢，都是属于那种就是不是绝世高手啊，是一线顶尖都能用的。真正的当然啊，真正的绝世高手，就像大家伙说的什么一力降十会，对吧？有拿单剑，有拿单刀啊，有拿这个一个什么，比如说你像那个咱们那个大刀王五都听说过吧？啊，大刀王五，这个也是咱们晚清时期的时候，应该算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真人真事儿啊。这个大刀王五呢，就是他自己单拿一把大刀，这一把大刀啊。这一个人扛都费劲，他舞的虎舞生风，哗哗的啊，就非常厉害啊。辟邪剑和倚天剑哪个厉害？这个你这个东西，你按小说来讲，它还得是说是谁用谁厉害。这倚天剑，它对吧？咱说这个剑它。你要如果看他妈的那个《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那里面那个倚天剑都上天了，都拿上那个倚天剑，我吹牛逼，我一个人我能单刷美国副本，真的，我能单刷日本副本了。我只要对吧，我真事儿拿个直升机给我一挥几下，直接地上哗哗爆炸，你知道吗？那能那个辟邪剑，你像那个对吧？新辟邪剑就是元彪演那个，那辟邪剑，我操，我要是对吧？袁承志，我直接我金蛇剑什么的，我对吧？剑月反光，剑光杀人，我操！我有那个，我还要什么？要啥自行？我还研究什么核武器？我真的啊，我直接我就对吧？我就大家伙赶紧啊，批量生产，对吧？熊市老方啊，对吧？把我的命根子拿出去批量生产啊！药厂啊，要给我100万啊！就这个。为什么小狼30多岁？就是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却掉头发？你们长得这么
这么磕碜却不掉头发呢？然后呢，这帮人摸摸头发，你赖啊！战国传说3前2天老说的不会了都啊。好，哎，有降将啊，环环扣一环啊。有了这个徐晃啊，在一定时间内在他逃跑之前把他打死，就能招降这个许褚，对吧？反正是连体的啊，一顿连体啊。啊，密室这里面有一个青龙神器啊，兄弟们啊，青龙神器咱们该要还是要的啊，青龙神器很牛逼啊，不能不要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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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看，马上华容道啊，这是真直播砍曹操了，兄弟们啊，真的是直播砍曹操了。我们看看怎么砍的啊。哎，这个曲儿确实好听。翻，打到这里，夏侯渊怎么收？不是你走路线，你要收路线，它不一样的啊，对吧？你不可能什么人都收的。那你说我想收周泰，我想收那个甘宁，那你选这个路线，它就收不了呀，对不对？那没办法啊。你不是要收那个许褚吗？对吧？那你要收许褚，那怎么说，对不对？好，哎，又有一个树人，好烦人的这个小木头人啊。蹬腿，翻蹬腿，这个木头人还会撤地钉，你看啊，很厉害啊，这个啊。小狼能回我一句话吗？关键是回啥呀，对不对？这个游戏里武器最多的人就是诸葛亮、黄忠，然后关羽。啊，这是武器最多的人啊，这些就是最多的啊。马超呢有3把武器，玄铁鸳鸯剪，然后呢是倚天剑，还有青钢剑啊。张飞也是有3个啊，丈八蛇矛、方天画戟、真方天画戟。赵云也是有3个啊，梨花、方天画戟、真方天画戟。只有关羽是4个，是真方天画戟、方天画戟、青龙偃月刀，还有凤翔烈阳刀啊。这是一共是4把武器。诸葛亮呢，就是双扇1剑，外加3扇1剑啊，3把扇子1个剑。黄忠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天火双煞啊，神功啊，天火双煞，外加一个毒功，外加一个猛虎劈山功，也就是爆功，外加一个祝融神火功。哎呀，就是说4把弓箭啊。好，一个旋风。这里面感觉目的是为了招降，其实招不招都无所谓啊，反正也用不到。有的玄军令啊，用处不多的啊。庞统其实就2把武器，1把5，好的，可以看到啊，直接有一把倚天剑，把倚天剑拿到之后，青钢剑就撇了啊。这里面跟大家伙解释一下啊，为什么不要这个青钢剑了？主要就是啊，咱们这个倚天剑呢，加的攻击力呢，虽然说也不多，
但是呢，它是正常的攻击。你看1、2、3、4的这么一个正常连段，而不像青钢剑是1，然后2就没了，就大劈啊。把攻击力加的高，但是攻击的段数啊变得有点少了。同时呢，青钢剑啊，它还有一些必杀还解不了锁，所以说是这么一个设计啊。还是选择用青钢剑啊，在曹操身上。然后同时呢，咱们还有一个玄铁鸳鸯锏，打人的话有一个治晕的效果。庞统就2把武器，一把那个乌刀啊，乌刀用处真不大啊，反正就是拿到无钩就是天。无钩也有2种方法可以拿，一个是打死牛筋啊，就是打死牛筋就给啊招降牛筋，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吴国的话是吴军密室里啊，在吴国密室里面，好双神器外加民兵策啊，我们看看一指，哎，双神器加民兵策，有天神助力外加民意把他整死，他就服了啊，就是服了。你看曹操令出来了啊，连环火甲车。真方天的话呢，其实是没有方天画戟厉害啊。三国2007的素材以前解说过，现在没有了，它版本好像都下线了吧，或者说是反正没有什么录像的啊。诸葛亮不能拿剑了吧？他拿不了倚天剑和青钢剑，但是他能拿那个赤锋剑，也跟大家伙解释过了啊，有一把剑叫赤锋剑啊，他能拿那个赤锋的啊。好，诸葛亮的那个乌羽其实是一把废的扇子，没有人拿那个乌羽的啊。那乌羽的话一点用没有啊，打连段只能连1段，然后呢还不能那个什么啊，还不能后续，只能追力啊。赵云贪分儿，赵云贪分儿什么？赵云咋贪分儿啊？说的是风云再起吧啊。军令状就是干什么用的？就加你的降将那个招降降将的使用次数啊。现实生活中军令状是干啥用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军令状，什么叫投名状。军令状就是到底有没有用啊？为什么要设计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这么说吧。军令状呢，有的时候呢，其实大多数啊都没什么，没他说的那么吓人。比如说啊，如果要是我不能怎么样啊，请斩我的头啊。如果我打不赢啊，怎么地。但是真打不赢，那有的时候吧。那也就是做样子啊，做样子。做军令状呢，第一呢就是让小兵看啊，让小兵看。第二呢，有的时候呢让这个领导人啊看，而且还能增加自己的士气，对吧？立了军令状之后呢，咱们自己也是真做事啊，生怕自己受到惩罚。但其实呢，真正碰见一些好的这个不能说好的，就一些名将啊，他基本上用不到啊。好，死吧！哎，这个贪分的话啊，这个人是真的厉害啊！翻啊！打这个大象只要用徐晃啊，徐晃是这个游戏当中最牛逼的令啊。好的，他连那个张鲁都不吃了啊，都不要了。其实那个张鲁战袍呢，个人感觉啊，这个还是挺好的，因为它防的非常多。用这个蛮王藤甲呢，当然也好。为什么都选择蛮王藤甲呢？就是因为蛮王藤甲呢，其实防的也很多，除了特别怕火，它除了不防火之外啊，再加上物理防御本身也高啊。诸葛亮的军令状就生效了1次，那没有的时候军令状一般来讲啊，都是你像关羽在华容道立军令状，那刘备都得站出来求情啊，对吧？不好使，没有用啊，该说不说的啊。关羽被谁杀的？你这个历史上被谁杀的，咱就不多说了啊。反正他不想束手就擒。小说里面呢，大家伙知道是谁吧？啊，就最后你记不记得这个在讨伐东吴的时候啊？你看那个《三国演义》里面演的，是吧？啊，还追人，追到一个人家里面，然后这个人供着关羽，然后最后呢，这个关兴还把这个青龙偃月刀啊给重新整回来了，对不对啊？
其实呢，被谁杀的呀？孙权嘛，啊，孙权和曹操嘛，对吧？你严格来讲就是这么回事啊。圆明园不是我烧的，是不是？孙10万。好，这里面直接咱们走这个路线的话，好恶心的啊！走这路线的话，好像大家伙儿好像有懵了。哎，我们那个什么呢？我们那个袁绍去了啊！我们那个沙摩柯呢？哪去了啊？腾腾腾腾。好，直接掉下去。坛子怪，我来啦！降将还是克的啊？大哥，你现在放了，对呀，合伙你放了就得了呗，还得等他跳完舞再放，有那个必要吗？对不对啊？哼，放吧，还给这拖延时间啊！这里面跟大伙说一下啊，说那个庞德把那个关羽的后人全屠了，请问那个《水浒传》里面那个大刀关胜是怎么来的？啊，这玩意儿挺狠啊，这个啊。那《水浒传》可是小说啊，那是小说了，就不多说了啊。好，马超单挑吕布，曹操说过啊，马超不减当年吕布之勇。这马超跟这个吕布两个人这么一看啊，无论是就拿的武器都是神器，对不对？无论是那个长相啊，还是说穿着打扮呐、还是身材啊，这跟这个吕布他都比不了啊，根本比不了啊。好，看看这边的吕布啊，一顿放青龙神器，兽摇啊，东摇什么东西？好，哎呦我这大石头，一丝血，感觉这个马超感觉就像那个什么似的啊，马超各种计谋，奉先威名远播，某求之不得啊，帅哥啊，确实是帅啊。好，朱雀神器。没啥用啊！不是吕布死后，人均不下吕布。哎呀，人家说吕布这厮英勇无敌啊，说英勇无敌，但是呢，好像没有人说吕布说可以在乱军丛中啊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哎，只有说像关羽啊、张飞什么的才有这个能力啊。为什么都这么回事呢？啊？这个关羽替张飞吹牛逼，我可以承认，因为关羽替张飞吹嘛，对不对？那你说关羽可是对吧？在《三国演义》当中，你看关羽他可真是给人家干了啊，给人家这个对吧？什么颜良文丑啊，什么包括像什么那个过五关斩六将啊，关羽确实是厉害啊，在小说里。那张飞呢？张飞啊，这个是首先啊，曹操被这个曹操听了，哎，咱们看这个伤害，哎，朱雀神器加白虎神器，然后直接就这什么 double kill， 这太赖了啊！很多人说为什么不打真吕布？咱们招降吕布了之后啊，就打不了了啊。这个是真的简单，有白虎神器外加这个吕布暴气。直接打双王，因为双王只有他是2个 boss， 所以说一个人只有2管血，爆气了之后一顿下上啊，直接就秒了啊，确实是赖的啊。
好，那么可以看到《三国战记2批》，来自于飞花大神的一个正马超的轻松一命啊，10降将招降了所有可以遇到招降的武将啊，最终呢是一命通关啊，还是简简单单的啊。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下期再见吧。